巴拉巴拉巴拉梆梆，来呀来呀来呀呀，哦呀呀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艾娜日记本。IU 李智恩在2021年被美国权威经济杂志福布斯评选为2021年亚洲30岁以下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。福布斯就 IU 被选定的原因介绍说，他是同龄歌手中最成功的 solo 歌手，在2021年的金唱片颁奖典礼上凭借 Blooming 获得了年度歌曲。而且在 Instagram 上，他是韩国 solo 歌手中粉丝最多的，并出演了《德鲁纳酒店》等热门电视作品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。其实除了这一次的排名之外，李智恩也多次入选了其他福布斯的榜单，包括福布斯亚太区百大社群名人榜、福布斯亚洲杰出青年等，甚至以最年轻的姿态入选福布斯亚洲捐赠英雄30人榜单。李智恩在韩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。然而单单看这些枯燥的榜单的话，大家可能无法想象李智恩的影响力到底有多么的恐怖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说说 IU 李智恩在韩国的惊人影响力吧。李智恩一直以来在韩国都是广告商的宠儿，原因除了他常常入选韩国国民代言人好感度排名第1位之外，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宣传能力了。只要公司的商品能成功邀请到李智恩当代言人，就已经可以说是半只脚踏上成功的道路了。李智恩常年都是韩国第一烧酒品牌真露的代言人，真露烧酒于2017年的销量达到了历史性的1万亿韩元，相等于36亿马币或245亿台币，而这个数额相等于韩国所有其他大大小小烧酒品牌年销量的总和。据了解，真露烧酒和韩国第2名的初饮烧酒两大品牌的销量差距原本并不是那么大，但自从真露烧酒找了智恩当代言人之后，销量就直线飙升，并一举抛开同行的所有竞争者。除此之外，韩国户外运动品牌 Blackyear 在2021年邀请了李智恩当代言人。根据2021年的第1季度销售报告，由李智恩代言的 Blackyear 鞋销量比起去年同期暴增了250%，其中名为 K2 的付费系列更是增长了500%以上，这使得 Blackyear 在户外运动鞋的市占率飙升了300%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更夸张的是，李智恩连代言人都不是就可以带动销量啦。韩国三星信用卡公司在2021年推出了 Samsung American Express Gold 的限量版玫瑰金卡，而这张限量版金卡的1号发放者正是李智恩。三星信用卡公司表示，限量版的特别性、差别化的设计都很符合 IU 的形象，于是向李智恩提议给他发放玫瑰金版1号。智恩在收到三星发给他的金卡后，于 IG 上分享了，结果该卡的发放量立即暴增463%啊！在 Instagram 上也接连出现了跟着 IU 姐姐换成了玫瑰金卡的帖子。该公司的相关人士表示，没想到会因为 IU 而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，所以说想要销量找李智恩就对了，但前提是你要请得动智恩哦。李智恩在韩国以国民妹妹俗称，但近几年已经慢慢晋升至国民歌手了。IU 在韩国国民歌手的地位通过电视剧充分的体现出来了，因为他常常在电视剧被出现。在韩国，只要说到歌手，大家第一位会想起的就是 IU 了。왜? 뭐 찔려? 금요일마다 보는 사이야. 아이유냐? 학생. 네? 요즘 대학생들 무슨 노래 들어? 네?
아, 뮤직 말이야, 뮤직. 요즘 학생들은 무슨 음악 듣냐고. 아이유요. 좋아하는 노래 있으면 아무거나 불러볼래? 나 아이유 노래 좋아하는데 내 음색이 아이유랑 좀 비슷하거든. 야, 기대되는데. 그럼 시작할게. 이밤 그날의 반딧불은 동아란 무엇일까요? 동아란, 제가 아이유와 결혼하는 겁니다. 술좀 그만 마시고. 알코올 의존증이에요. 주장대 또 주장하고 있네.另外，李智恩于2020年在自己的 IG 上分享了韩国女团 Oh My Girl 的新歌 Dolphin， 随即 Oh My Girl 和这首歌分别登上了 Melon 人气搜索榜的前2位，而该歌曲在榜单上也迅速飙升了超过40个名次。智恩的一个贴纸足以牵动网上100万网民。李智恩自2015年之后鲜少出现在韩国的综艺节目，然而只要李智恩会出现的综艺节目就几乎可以说是收视的保证了。2018年李智恩和李准基出演了综艺节目《认识的哥哥》，结果收视率创下节目开通以来最高纪录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节目当时邀请了韩国污点艺人申正焕录制节目，导致认识的哥哥名声和收视率跌到谷底，甚至由节目组出面道歉也没用。结果邀请了李智恩上节目之后，节目就被复活了，连韩国网民都纷纷表示被杀死的节目让 IU 活生生救活了，就知道会这样，果然是我们的国民歌手。另外，李智恩也在2020年分别出演了节目《带轮子的家》和刘希烈写生簿，其中李智恩出演《带轮子的家》那一集成为了节目2季以来最高收视纪录，而李智恩作为单独嘉宾出演刘希烈写生谱更是让收视率暴升，相比播出之前的1周，收视率暴涨了3倍之多。李智恩在2015年发布新专辑前夕被爆出与张继赫的恋情，虽然艺人的恋情也不算是什么负面的事情，然而作为 Loan Entertainment 的唯一艺人，李智恩的恋情新闻足以牵动整家公司。当天新闻报道后，公司的股价立刻暴跌700亿韩元，所以要说李智恩凭一己之力决定公司的生死也绝不为过。说到这里啊，大家是否已经能够想象到李智恩在韩国的影响力是有多么的大了？如果呢你还是感觉不出来的话，那接下来新闻你可能就会有感咯。不知道大家那里当地的新闻台完成播报后会播放什么样的音乐呢？一般来说都是播放一些普通的音乐，然而在韩国电视台，大家是可以在新闻台播报后听到李智恩的歌曲的。 오늘 뉴스룸은 여기까지입니다. 시청해주신 여러분 고맙습니다.虽然说新闻台偶尔播放艺人的歌曲不算绝无仅有，但也可以说是极为少见。要不是有着一定的国民地位和好感度，几乎是不太可能自己的歌曲会出现在新闻台当背景音乐吧。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出来李智恩在韩国的国民地位到底有多高了吧。虽然说在韩国比李智恩更有影响力的艺人也不是不存在的，
但是作为 solo 歌手而言，李智恩一个人凭着多年的默默耕耘走到了今天，还成为了韩国民意调查连续多年国民最喜爱的女艺人，韩国国民民意调查最喜爱的广告人，韩国广告商最喜爱的女艺人，韩国广告数量和质量最好的个人，韩国最高捐款英雄，包括偶像团体和 solo 歌手在内，韩国大学生民意调查连续多年最尊敬的歌手等等等等，真的是不禁让人对他产生敬佩之心啊。